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Daniel，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J4 的一个小功能，就是我们可以怎样去过滤掉我们自己访问自己网站的一些流量，在我们 J4 里面记录。就是说，比如说我们自己要去测试一些功能，或者说看我们网站的一些产品的时候，那如果我们没有做任何设置的话，那这些流量它都会统计到我们 J4 后台的。那如果说我们想让我们的数据更加的准确，那不想要我们自己的一些数据被记录到我们J4 后台，那我们可以怎么去操作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。那其实这个功能是非常简单的，但是它隐藏的比较深，所以我待会大家可以跟着我来一起操作，然后我也会放慢一点，大家可以跟着一起来看。我们主要有2个步骤，首先我们要去定义我们的一些内部流量是属于哪些。那我们怎么操作呢？我们就来到这里 Admit， 进来之后呢，我们看到这里这个 Data Collection 这边，然后我们选择我们这里 Data Streams， 然后我们就点到这里。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就看到这里会有一个 Google Tag， 然后我们点击这一个，好，我们进来这里之后呢，我们就点击这个 Show More， 然后我们就看到这里有一个 Define Internal Traffic， 就是我们去定义我们的一个内部的流量是怎么样的，然后我们点击这里，然后点击进来之后呢，我们会看到这里是没有规则的，那我们就要去这里创建一个规则。那这个规则这里会有一个名称，那名称的话其实是给我们看的，我们怎么方便就怎么去定义就可以了。然后这里是默认，这个是不能修改的。然后我们这里其实主要是通过一些 IP 地址来去排除我们的一些流量。那这个操作的话要比较谨慎。然后我们看到这里它会有几种的一个方式，我比较建议的话，我们是用这一种就是我们的 IP 地址是什么，就直接等于什么，然后我们再去创建。那其他的方式我们也可以研究，但是因为我们要比较谨慎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如果说我们这里设置错了话，那我们后面这个数据是没有办法恢复的。所以说我们建议是可以用 IP 地址来限制我们的一个流量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可以怎么知道自己的 IP 地址呢？那非常简单，我们其实可以通过直接去搜我们的 IP 地址，或者说我们用一些网站，比如说这个网站来我们只要输入这个网址，然后这里就会有我们的一个 IP， 然后我们就把它复制过来，然后我们就粘贴到这里。然后这一步的话就可以设置好我们的一个定义。就比如说，假如你有多个 IP， 你也可以在这里添加，也是一样的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设置好之后呢，我们就点击保存，就点击这个 Create。那我们这个规则就已经定义好了。定义好规则之后呢，我们还要进行下一步的一个操作。然后我们点击这个 Data Filter，Data Filter 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过滤器。然后点击这里之后呢，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叫做 Internal Traffic， 就是我们刚的一个定义的一个内部的流量。那我们看到这里会有一个状态 Current State， 就是我们现在的状态是一个测试的状态。它这里会有3种状态，一个是测试，一个是活跃，一个是
非活跃。那如果我们想要它生效的话，我们要点击这个活跃，然后我们保存，然后这里会有个提示然后这也说到它是不可逆的，然后我们就会点击这个创建，然后它现在的状态就变成了一个活跃，那我们就可以过滤掉这些 IP 的一些流量，它就不会记录到我们 GA4 后台了。那我们除了这个活跃，那我们如果是要比较谨慎的话，比如我们可以开始这个测试，就是默认它是测试的嘛。那我们其实如果用这个测试的话，其实我们会在我们的一个报告里面，我们是可以筛选出来我们这些流量是一些内部流量。那如果说我们不需要测试，就比较能确定的话，比如说我刚刚用的这个方法，就是说我们的一个 IP， 那我们 IP 的话，基本也就是我们自己在访问嘛。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定义我们的一个过滤器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如果对大家有用的话，就可以马上行动起来。谢谢大家。